征战马里乌波尔的车臣部队刚刚宣布获得了新的胜利，在钢铁厂内消灭了多名试图出逃的亚速营指挥官，并押解着俘虏现场指认。一起来看具体情况。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当前处于战争焦点马里乌波尔钢铁厂出现了新的情况。钢铁厂地下掩体的亚速营有部分指挥官妄图在普京下达封死钢铁厂的命令后逃离钢铁厂进行突围行动，但是遭到了以逸待劳的车臣部队全面反击，亚速营被打得落花流水，其指挥官直接被车臣部队击毙街头，残敌全部赶入地下。车臣部队还俘虏了一名亚速营成员，这名成员面对和蔼可亲的车臣精锐时，竹筒倒豆子般的指认了被击毙的指挥官和马氏钢铁厂地下藏身掩体的一些具体情况，让虎哥颇有些意外。这名俘虏仅在一处就指认了企图逃跑而被击毙2个亚速营指挥官，可见在突围行动中已经有多名亚速营指挥官被俄军击毙，而且他还透露，其中一名指挥官在腿受重伤的情况下不得不连续作战，这从侧面证实了亚速营不但兵力不足，还缺医少药。谈到地下掩体时，这名俘虏称，钢铁厂的地下掩体十分的巨大，足足有6层，而且全部都是厚重的钢筋混凝土加固结构，可以防御俄军的轰炸和核打击，而且内部空间十分的充裕。这名俘虏供述，他只到过地下掩体的2层。当前地下掩体的情况非常糟糕，主要是地下掩体堆放的一大堆伤员，这些人缺乏救治，地下掩体的医疗条件极其差劲，以至于手术不得不在地下进行。这名俘虏称，那里的情况非常可怕，他甚至无法用语言描述惨重。虎哥认为，如果是轻伤还好，如果是在战斗中受了重伤的伤病员，在地下掩体得不到足够的医护和药品辅助的话，基本上小命就要丢掉。这位俘虏接下来表示，地下掩体基本通了水，生活设施也齐全，这就使亚速营可以依托少量的水源和食物进一步进行顽抗。而在4月23日，亚速营特地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钢铁厂内不光拥有战斗人员，可以看到不少妇女和儿童聚集，不得不说令人愤慨。因为早在之前，俄罗斯连续几天在马里乌波尔开放人道主义走廊，即便是对于钢铁厂，俄军也是单独开放数次人道主义走廊，而亚速营就是不放平民出去，俨然就是将平民当作盾牌，使俄军不敢往钢铁厂掩体投掷巨型钻地弹，要让俄军投鼠忌器才是亚速营的最终目的。而根据俄媒的报道，当前在钢铁厂内掩体藏身的亚速营成员竟然高达4000人，很是令人惊讶。虎哥早在之前就调查过亚速营在马里乌波尔的编制，开战前在2000人左右，开战加上支援的补充兵，撑死也不过3000人。没想到激烈的战斗持续近2个月，亚速营成员不降反升。对于俄媒的数据，虎哥认为有待进一步查明，但也可能是亚速营后期拉壮丁，强行吸收了大量低素质兵员进来。目前具体是什么情况还不好说。不过不得不说，普京下达停止进攻的指令真的是高瞻远瞩。就钢铁厂地下掩体现在这个情况，不单单有大量的乌克兰武装人员和亚速营，同时还有大批的平民被当作挡箭牌。如果要强攻，不单单俄军伤亡数字将会激增，而里面的平民百姓一定会大量伤亡，毕竟枪炮无眼，两方交火，平民肯定会遭殃。对于俄军来说，就是把守住地下掩体的交通要道和进出口，慢慢围困。毕竟无论是强攻还是倒灌海水，里面的平民是铁定要遭殃的。不过这个地下掩体这么多人，每天的食品药品消耗量想必也是惊人的，而且随着大量伤员得不到救治，那么其下场不是残疾就是死亡，这将进一步影响掩体残余乌军和亚速营的抵抗意志。而且地下掩体的粮食总有耗尽的一天，到那个时候，具有强烈求生欲望的平民和残余的武装分子也将被迫出逃投降。
即便是亚速营想控制也控制不住。前期亚速营可以枪毙几个投降分子，以杀鸡儆猴，但是到了彻彻底底的绝境，而唯一求生的出路又被亚速营挡住时，虎哥预计地下掩体可能会爆发全面内战，投降的一方会将亚速营彻底击败后再出来向俄军投降，毕竟亚速营可是拦住他们活路的敌人。因此当前马氏钢铁厂彻底进入持久争夺战阶段。不过显然时间在俄军这边，俄军的取得全面胜利已经是大局已定。